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CoQ Store 的 Video Channel。其实，在半年前，我们就有了去做视频的一个初步想法，可是也不知道一开始应该要说些什么，所以也就把这个计划给暂时延后了。当然，更没想到的是，疫情的持续时间会这么长，导致我们很多的一些外出工作计划都得顺延下去。于是，我们决定干脆在这段时间里去实现这一个视频计划的一个想法。那么接下来 CoQ Store 的第一期视频正式开始。那么第一期视频的主题，我大概是想以回到一个玩家的角度，去以时间轴为中心，去给大家介绍5样来自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收藏，希望能在这期视频里面能给到大家一些在选择上的帮助。那么现在就正式开始介绍我的第一件收藏。第一个为大家介绍的便是来自 Stoplight 高山龙的活塞吊坠，相信很多喜欢高山龙的小伙伴一定对这个吊坠并不陌生。那为什么我这次要特意把这一件东西拿出来去说呢？那是因为在2015年那段时期是我最迷恋高山龙的一个时期，而当时我在订购这一个活塞吊坠的时候，我便让高山龙把我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活塞的左杆上。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英文，可没想到的是，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便把这一个活塞吊坠连同它的链子一起给卖掉了。最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是在4年后，我又以1倍的价格去重新购买回来这一个刻有我名字的活塞吊坠。尽管现在对于我的脊椎来说，其实这一个活塞的重量是很难长时间去佩戴的，而它更多的时间其实也是放在我车上当一个配饰。但我也非常庆幸能把这件对于我意义重大的一个吊坠从第3任的主人手上给买了回来。所以我认为一件作品的好坏，其实并不能仅仅只通过它本身的配置和价格去决定的。那接下来第2套，我就是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套来自日本鸠见太郎的搭配。熟悉 CoQ Store 的客人一定知道，在刚开始我们创立这个店的时候，鸠见太郎是第一个我们引入的品牌。那么既然我能够挑选这个作品来介绍，主要还是围绕2个方面来去述说的。第一个就是这条爪羽最为特别的，就是上面的一个 K18金杯镶嵌的黄宝石。在当时，为了纪念 CoQ Store 引入第一个银饰品牌，我们特意提供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宝石给鸠见先生去制作，也确定好了使用第1代羽毛作为原型，把金杯焊接在底部的中间位置。结果收到后发现金杯位置更改在了侧面，并且使用的也不是第1代的羽毛，而是第2代的胖胖羽。但这一个美丽的误会吧，其实心里也不是太过介意，毕竟收到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是非常精致漂亮的，而且也特别稀有。那么说完它的一个介绍，那也就说一下这一套的搭配吧。以印第安风格转变而来的羽毛吊坠，一直是推崇玩家搭配出自己不同的一个效果。那么胖胖羽的造型，我便选择了使用鸠见自家的 S 羽和 Long Ones 的 Cran Bell 来进行一个搭配。主羽毛上使用了 Deer Blossom 的十字轮搭配古布绳，在十字轮撑开副羽和铃铛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和谐的3角展开方式。并且为了拉长胖胖羽形状的短胖视觉效果，
骨部绳上加上了实心的银珠，使它的垂落感变得更好。而项链上使用的也是第一款的老款鹰钩和 K18金蔷薇十字轮，目前市面上应该也不是太容易去找到的。那么对于这套项链的搭配，你们觉得可以打多少分呢？然后第3件是来自 Bill Leather 的骷髅匕首，购买时间大概是在2018年 QQ Store 引入 Bill Leather 这个品牌，当时也恰巧碰上我的生日，在那个时间段里，我还是处于疯狂迷恋重型装备的时期。于是我就在咖啡店用 BWL 目录上的小部件，通过自己的想法来画出了第一个手绘定制图。那么其实对于一个没有系统学习过美术的人来说，绘制这个定制图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候其实在想，我的一个设计图可能在很多细节方面都没有写得非常完美，我并不知道比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会不会是对一些标记上面会有一些疑问。但是在2个月之后，我实际收到这个吊坠的时候，打开的一瞬间，还是非常惊艳的。特别是当我翻开它的反面的时候，其实我能看见上面是写满了大量的一个 Billboard 的祝福语。更惊喜的是，Billboard还在最上面的这一个小骷髅上面，还把原本的黄宝石给替换成了一个黄钻，并且在同一个包裹上面，Billboard还在旁边给我附赠了一个小鱼钩，作为一个生日礼物。而这个鱼钩也一直被我收藏在自己的一个日常佩戴的配饰中。而在之后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玩家也都非常喜欢 BWL 的这一个 custom 的服务。但随着 BWL 的订单逐年增多，现在 Billboard 现在已经是非常少去把这个满标运用在一个作品上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一个吊坠非常值得来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去说这一个东西吧，特别口渴，所以去喝了杯咖啡。那么我们继续下来去说的就是这个来自我最喜欢的品牌 Starling Gear 的一个 Motherfucker 戒指。那么对于它的名字，我相信其实很多小伙伴对它的这个不太优雅的词语会有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它会改了个这样的名字。在当年为他设计了这一个比较大形状的骷髅戒指的时候呢，他把这一个戒指带到了日本的一个展会上面。但是整个展会结束后，其实大家并没有发现威手上戴的一个戒指是他全新设计的一个款式。后面他总结了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戒指它的头部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空置的位置，因此在回到美国之后，他便在这一个 Motherfucker 的戒指额头上去增加了一个古董部件，并且在周围也加上了 Texture 的一个纹理。在他完成了第一个 Motherfucker 之后，他便把这一个戒指重新戴在手上，去参加了第2次的一个日本的展会。在展会上面，这款戒指很快就被当时的粉丝所发现，并且大家争相想要去购买到这一颗戒指。当时威和他们的介绍就是说，这一个戒指的制作非常困难，所以在当他制作的时候，他也随口骂了这个戒指一句，就是 Motherfucker， 然后这一个戒指的名称就此诞生了。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购买这一款戒指呢？我特别喜欢这一款戒指上面一个美利坚图案的一个老鹰。在我印象之中，这一款老鹰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美国的2战时期的一个徽章，也是因为在 Starling Gear 众多的款式中 ，Motherfucker 它是属于一个 one-off 的形式进行发售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款式的戒指都有你的尺码，因此
在你购买这一款戒指的时候，你得确定好这个款式是你喜欢的款式，并且你还能戴得上。所以也因为种种的这种限制，在我第一眼看见这一枚戒指的时候，我便决定要把它私藏在自己的收藏当中。接下来最后一套我所要介绍的是来自 Studio Matilda 的缭乱语，也就是我身上戴的这一套。实际上 Studio Matilda 它的一个制作工艺，它是更接近于传统的手作银饰。在当时看到缭乱语的设计后，我是第一时间便被缭乱金丝的一个华丽程度给吸引了。整条羽毛分别焊接了13道金丝，它们均是由松田芝之先生手工焊接完成，并且他也仅只靠一把刻刀便完成了所有线条的雕刻。这相较于一般使用不同的刻刀直接雕刻完成的作品，会在制作时间上变得更长，而且还很容易做砸。因此整个作品足足需要用到4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尽管手工制作非常值得赞美，但是美中不足的也会是由于全手工制作的作品在形态上会稍显青涩。不过这完全不影响我对于这件作品的喜欢和期待。在我看来，好的作品未必一定是完美无瑕，或者说我更喜欢看到一个匠人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毕竟金丝羽这一个设计，其实最一开始也是因为松田芝之先生他想要送我一个金丝作为礼物，在我的一个羽毛戒指上，也很高兴我能看到一个匠人的成长，所以这可能也是我喜欢缭乱羽设计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吧。OK， 这就是我们第一期视频所要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做得还不错，那请给我们一个1键3连，加关注。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想看的，也可能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我觉得这个捡起来真的难。喝了口咖啡，笑什么？求你走了。啊，说的有点乱。刚刚说到哪里了？那个它的来源，我都忘记自己说啥。整条羽毛，已经忘了。